洪秀柱柱姐是迈出了第一步，释放了积极的讯号，也给其他政治人物打了个样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孟轩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正当民进党正在积极找寻战犯，为9合1选举的失败来找寻替代羔羊之时，大陆这边也没有闲着，开始是向台湾的有识之士们喊话，希望他们能够一起就两岸关系、民族团结等议题来进行磋商。对话的前提很简单，只要承认9·2共识那就行。在大陆这边提议协商统一之后，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女士柱姐也是积极的响应，直接亲临厦门，用行动来维护台海局势的和平和稳定。为此呢，国台办主任宋涛专门与洪秀柱举行了会晤，就两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。从前段时间里，马英九警告了蔡英文不要忽视9·2共识，到如今洪秀柱亲自到厦门来，可见台湾的风向还是有些转变的。至少在国民党党内，支持与大陆交流的呼声还是很高的。虽然说发生的这些人目前不在决策圈，或者是退出了决策圈，但老话说得好呢，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。不管民进党的做法如何，若是国民党在统一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的作为，顾左右而言他，那两岸迟早会是兵戎相见的。也只有国民党积极的回应，才有可能避免两岸的手足相残。一直以来，我们看到大陆这边是很支持的，也很鼓励两岸之间官方以及民间的互相往来。而合统的实现也是至少要经历到2个阶段，一个是民众的团结，另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团结。想要绕过民众的意见，去实现政治的领域上统合，那也是不现实的。唯有实现海峡两岸的民心相通，将台湾问题是定调为中国人的事情，中国人互相讨论、互相商量，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实现真正的团结。民进党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也才会一直积极的阻碍两岸交流，抹黑大陆的形象，并在台湾大力推动去中国化的活动。我们看到前段时间里在网上非常火的去螺蛳粉事件，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通过这件事情，相信大家也不难注意到两岸之间的关系，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里，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战争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了。2024年台湾领导人的大选，必然是会对台海是和还是战造成重要的影响。就目前而言，若无其他的变数，潜在的候选人可能也就是侯友宜和赖清德。这2位候选人将在2024年代表国民党和民进党而战。若是侯友宜胜出，两岸关系还有可能回到马英九时代。虽然说现在的国民党是不会主动的谈统一，但这一次洪秀柱是迈出了第一步，释放了积极的讯号，也给其他政治人物打了个样。反观民进党继续高举着抗中保台大旗，虽然说现在把抗中保台变成和平保台，但其实内容是没什么差别的。继续在两岸关系上玩火挑衅，若是再这样下去，那也真的很难说台海局势会往哪个方向走下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